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外界还高度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和伊朗总统莱西的首次登台。针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前提出的相关警告，拜登在讲话中回应，美国不寻求新冷战，并称准备与任何国家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不过，拜登的这番言论连美国媒体都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伊朗总统莱西在联大狠批美国，而拜登的对伊调门却有所软化，两国态度为何显现温差？来看报道。会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美关系发出警告，称两国关系正面临完全的功能失调，有可能引发新冷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古特雷斯这番话主要是说给美方听的，敦促拜登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态度进行沟通交流。而拜登在周二上午的演讲中，则对古特雷斯的警告进行了回应，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而是准备与任何国家合作，共同面对挑战。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that steps up and pursues peaceful resolution to shared challenges, even if we have intense disagreements in other areas, because we'll a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failure if we do not come together to address the urgent threats like COVID-19 and climate change, or enduring threats like nuclear proliferation. 拜登还在讲话中提到，从阿富汗撤军意味着美国结束了战争篇章，开启了不懈外交新时代，并强调华盛顿将与盟友携手合作，一起解决无法通过军事行动解决的问题。We stand, in my view,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history. We are fixing our eyes to our collective future. And as we close this period of relentless war, we're opening a new era of relentless diplomacy. 外界注意到，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各国领导人讲话的限定时长是15分钟，但拜登的演讲却长达32分钟，超时1倍有余。尽管全程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不过拜登一边煽情地谈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挑战，一边绵里藏针，将锋芒对准中国。比如他在大谈所谓航行自由、遵守国际法和条约、提高军事透明度等，都对应了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指责，并为美方的干预挑衅进行辩护。就拜登在联大发言有关不寻求新冷战的表态，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做出3点回应。他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潮流和各国共同心愿。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更不能打着所谓规则的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而应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赵立坚强调，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们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跟上时代潮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在谈及中美对话沟通时，赵立坚也严正回应美方一些匿名官员对中方所谓强硬、无意严肃实质性会谈的不实指责。他特别指出，中方欢迎对话沟通，但必须相互尊重，支持协调合作，但应当互利共赢。反对美方在对话前后搞小动作，对中方挑衅抹黑，大搞麦克风外交，甚至威胁实施制裁，企图通过极限施压取得所谓实力地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美方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想让中方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帮忙，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少外媒纷纷表示，不相信拜登已经放弃了与中国搞新冷战。英国《尖刺》杂志发文指，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并没有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他把中国当作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事实上就像一个新的冷战对手。文章一针见血地批评，拜登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回应北京构成的所谓威胁。如果有哪位美国总统会把世界拖入不必要的、徒劳的冲突，那么这个人就是拜登。美国时事评论家扎卡里亚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拜登此次演讲正值其任期的关键时刻。然而，在对其政策言论进行了近8个月的观察后，许多人震惊地发现，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拜登忠实地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仍在产业政策、规划和投资方面抛出许多直接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而在军事上，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则更变本加厉地采取针对中国的结盟政策，包括极力为4方机制注入以中国为目标的军事合作内容。
引诱欧洲盟国向中国周边投射军力，最近又不惜得罪传统盟友法国，帮助澳大利亚建立核潜艇巡航能力，对加剧西太平洋的军事紧张毫无顾忌。Biden did not mention Beijing by name, a bet that actions like powering Australia's submarines in the Indo-Pacific will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显然，尽管嘴上说不要新冷战，但拜登政府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冷战思维并没有什么改变。英国本周杂志周二发表评论认为，是美方单方面想要挑起对华新冷战，是美国不断对外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拜登真正的意图是形成对中国的一种孤立。接下来的美日印澳这个峰会，以及现在正在打造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核心盟国。目的都是为了孤立中国，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孤立，在经济上拉开距离，还有很明显的军事对抗。有观察指，拜登在联大的演讲是美式政治虚伪的一次生动演示。华盛顿宣誓不打冷战，就是此地无银300两。他之所以信誓旦旦宣称不打冷战，实际上是要把形成冷战的责任往中国头上推，让中国为新冷战背锅，他们自己占据反对冷战的道义高地，以便进一步搞国际反华动员。拜登在联大上演一波美式虚伪，当天下午就遭到同样首次以一国领导人身份亮相联大的伊朗总统莱西的指责。莱西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讲话中，将矛头直指美国，猛烈抨击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方式。Sanctions are the US new way of war with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Sanctions, and especially sanctions on medicine, at the time of COVID-19 pandemic, a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这样一个国内政治严重分裂、国际上极度不负责任的美国，凭什么想要继续影响世界？其他国家早已不再关注美国优先或美国归来。From the capital to Kabul, one clear message was sent to the world.The United States hegemony system has no credibility, whether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The US does not get to exit Iraq and Afghanistan, but is expelled. Today, the world doesn't care about America first or America is back.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莱西的讲话反映出伊朗对美国积怨已久。美联社认为，与相对而言较为温和的前任鲁哈尼此前在联大上的讲话相比，上个月才宣誓就职的莱西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更为尖锐直率。不过，尽管数度向华盛顿猛烈开火，莱西也保留了伊核协议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The Islamic Republic considers useful the talks whose ultimate outcome is the lifting of all oppressive sanctions, and we don't trust the promises made by the US government. 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曾承诺，一旦当选将重返伊核协议，但由于波斯湾紧张局势持续，美伊此前在维也纳的间接会谈陷入僵局。外界注意到，比起伊朗的强硬态度，对于伊核协议的谈判，拜登在联大的调门有所放软。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preventing Iran from gaining a nuclear weapon. We're working with the P5+1 to engage Iran diplomatically and to seek a return to JCPOA. We're prepared to return to full compliance if Iran does the same.另据彭博社周二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已将多方会谈的具体时间表提交给了除美国之外，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一众欧洲国家在内的伊核协议剩余缔约方。恢复伊核协议的多方会谈有望在几周内重启。自从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并且加强对伊朗的制裁以后，伊朗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伊朗毫无疑问是希望摆脱这种境地的。毫无疑问，就是还是回到伊核状态有效的那个阶段。但是同时呢，伊朗又不可能为了使伊核协议复活而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伊朗取得的一些成就，包括核技术上的一些成就，伊朗并不愿意放弃。因此，恢复伊核协议问题，它是一个很复杂、很艰难，甚至是很长期的过程。外界注意到，受疫情影响，去年9月召开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没有邀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现场会议，而是请他们提交讲话录像。这种情况在联合国75年历史上还是首次。今年，联合国则选择线上加线下混合的方式，各国领导人可以选择亲自到场，也可以选择视频方式参会。联合国为这次大会设定了严格的防护条件，包括防护装置和保持社交距离。每个代表团最多只能7个人在联合国现场。
在一般性辩论的会场最多只能有4个人，并且尽量减少双边会谈。不过，进入辩论厅参加辩论不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这直接导致了防疫漏洞的产生。周二，在陪同总统博索纳罗出席大会后，巴西卫生部长马塞洛·凯罗加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他将在纽约隔离14天，不会随团返回巴西。值得一提的是，凯罗加本周曾多次与博索纳罗讨论事务，并在一次会晤中与英国首相约翰逊握手。